我叫金凤，18年7月28号我过生日的那一天，然后来到悉尼。来到以后，我经营了一家咖啡店。闹钟响了，叫我女儿。宝宝，宝宝，女儿起床了啊！闹钟响了。我在中国开混凝土搅拌站，可能大家都想着一个女士怎么会开混凝土搅拌站，是挺辛苦的，形形色色的人都接触。但是对于做生意来说，还是游刃有余吧，就是这个做的还是非常好。但是为了孩子更好的发展，我还是决定来澳洲，重新选择新的生活。为了孩子，就一个孩子，也希望他能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我家女儿在国内学习压力太大，孩子他爸每天陪孩子学习，一直要达到11点多钟。小学3年级、2年级、1年级都是这样，小孩的休息太不够了，所以我们也不想让孩子太累。如果要是在国内再继续那么高压的学习，我估计我的孩子、我的老公都会崩溃。到了。Hello，Good morning。OK， 我姨父和阿姨他们一直住在澳洲，我姨父就把他的好朋友纽辛达公司的移民，他们很熟，然后他就介绍给我，我跟我姨父就到他公司约了一下威廉，然后去他们公司，我说也可以啊，当时就签订了合同，去了第一天我们就把合同签订了，然后决定办移民。他们就推荐我188I 比较适合我，我就把资料提交给他们，他们也递交给了新州，批得很快，10天就拿到了他们的担保，非常非常快，我认为很满意。但是最后等188正式的批下来，哎呦，等得我很着急，因为你要排队，要排。开始跟我说1年可能就行了，因为大家办移民的太多了，大家都排得很长很长。就是审理到我的案子已经1年半了，他看到我的案子过以后没有补什么材料，就是最后补一下健康啊，然后有没有犯罪记录啊，我认为这都不需要补材料了，因为我当时准备材料的时候很齐全，而且纽辛达公司还蛮专业的，他把你没有想到的，他提前想到，他会帮你一系列的都给你列好，让你防止他会问到什么什么什么，补什么什么材料，所以还是蛮顺利的就过来了。过来过以后，188I 需要我在这地方投资一个生意，所以我就当时拿到了以后，我就立刻就去看生意，就是一家，通过中介公司，然后去看，跟我想象中的完全是2种概念。因为我开始想的选择咖啡店是一个在国内是一个高大上的一个行业，来到这边以后呢，看看这些咖啡店都小小的，一点点大，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好。我实在很无奈的时候，我翻到这个生意，我心里想，哎，我去看看吧。然后我就约好我的朋友到西悉尼大学去踩个点。然后我一到那地方，我说啊，这不是我想要的咖啡店吗？还是比较高大上的，100多平方，然后呢环境很好，也像花园式一样。当时我就打电话给这个中介，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大概的情况，我就告诉他，我决定买这家店了，然后就让他办手续。没过几天，我们的合同就签订了。我也是找威廉他们帮我找的律师，因为我这边不认识律师啊。他们公司还蛮好的，最起码他们就是说把我的售后服务也给我带上了，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呀。我就找他们帮我找的律师，然后呢，他们又帮我找的会计，帮我注册的公司，然后签了合同，速度很快很快。
我没有想到买了咖啡店，想高大上，自己天天在店里头当老板，喝个咖啡，什么都不问，什么都不想。不是的，原来来到这地方要亲力亲为。我的语言不通，我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交流，所以我不能在收银台那地方干轻松的活，只能做苦力，帮他们切菜、洗碗、端盘子、收盘子。忙完这些过以后呢，我还需要把每天送货的单子整理一下。整理完过以后，我要录入电脑。Clean， 把上周的报表给我。Oh my！ What？ 销售报表。Yeah. Hi。经营咖啡店还是会遇到很多困难。第一障碍就是语言，如果没有语言障碍的话，我认为其他都不属于困难。我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肢体语言和他们描绘，但是这个肢体语言很好，简单的单词你蹦出来，然后他们还是能理解。如果不能理解的，我们就用翻译软件，然后来沟通。你如果完全都找得我们亚洲的面孔，可能对于老外来说，他就认为你的咖啡不专业。所以我还是想学习英语，给他学好，但是不是我想象中的，因为那么大年龄学个英语还是蛮难的。因为疫情不是结束了吗？他说让我们的应对政策是什么，然后我写好了，因为有文字性的，因为用翻译软件翻译过来的可能是不准确，然后文字性的东西让朋友再把翻译不准确的文字给它改过来。其实你选咖啡店有便宜的，有贵的，我不太建议买很便宜的。因为有时候什么5万、10万，他竟然能5万、10万卖，他肯定是不挣钱的。他的售价肯定是跟你营业额相挂钩的。我当时买这家店是50多万，他竟然能卖50多万，他的营业额一定会达到100多万。所以你要考虑，你要买那么便宜店的时候，你是否能达到移民要求的那个营业额？还是你自己有创新，你自己能把营业额不好的情况给它提升到好的情况。投资这个店以后，我也不后悔，虽然自己辛苦一点，但是从中找到很多的乐趣，还能盈利。人家开咖啡店办移民，有的是亏损，我们还能盈利，还能把移民办好了，我何乐不为呢？上的是私校，公校如果我要上公校是不要钱的，但是公校好不容易从南京过来，也是最好的学校，跑到这地方上个公校，可能我还是选择是上私校吧。私校的教育可能比公校要好一些，在我的概念中啊，应该好一些。澳洲的教育应该说孩子全面发展。在中国的话，学的都是很刻板的，就为了考试而学习。在中国，他不会讨论难民的问题吧？他会想你对难民的观念呀，难民怎么样啊？他不会平常去天天给你做试验吧？这是小学呀。你说在中国的小学，他不会去给你做这些东西。在我的观念是，我把语文、数学学得很好，很好。但是以后你真的能用到多少？后面有个鼻音，有人就懵了，说什么意思？来到这边，整体来说我还是非常满意的。我发现到这边生活简单了，虽然没有那么多网购啊，不需要买太多的东西，反而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种轻松。我来到这边以后，我再也不讲究这个牌子那个牌子，我感觉到穿这个衣服是最好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服，因为我们都要穿黑色的衣服。生活变得简单，然后心里头就是也反而还充实了一些。快乐不是拥有的太多，而是平常计较的少一些，快乐就多了。